2023年，我在美国遇到了一群感情很好的同事，他们几乎都住在欧洲，我就觉得总有一天我要去欧洲找他们玩。回台湾工作的这一年，我深刻的体会到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当下我就知道，是时候启程了。荷兰第一集在这里哟。今天是我们在荷兰的第2天，然后今天我们就真的没有排什么行程了，就只有排一个要去看安妮·法兰克的家。安妮·法兰克是之前2战的时候有被欺压的犹太人，以前我就知道他们的故事，就是有一本书叫《安妮日记》，然后我有读过。这一次来这边刚好就是有安妮他们之前躲藏的阁楼，然后我们很早就预约要参观了。今天这是我们唯一一个行程。今天有雪乖穿比较暖的，昨天只穿了一个丝袜，今天戴了围巾，然后也穿了毛茸茸的裤袜。我们这2天都会来这个车站转车，我蛮喜欢这个车站的，很大很辽阔的感觉。大人游船的价格是1个小时14.5欧，但今天真的太冷了，这边都没有人。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很像一排排巧克力，而且他们的家一打开就是运河，所以他们都会把船停在家门口。我们刚刚在中央车站拍完照，然后现在在逛这一整条街，叫做达姆拉克大街。这条街是连接中央车站和市区的主要干道，沿路有很多纪念品店可以逛，属于比较观光性质的地区。是阿姆斯特丹这边蛮有名的薯条。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设计耶。我也是。来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的人可以来这边上厕所，这是一个百货公司吧，然后它的5楼有厕所，上厕所不用钱，我们刚刚有上去了，因为在欧洲上厕所都要钱嘛，所以找到一个不用钱的厕所非常不容易，跟大家分享。超多鸽子的，好恐怖哦！你看那个，它停在它的头上，你有看到吗？这边是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，以前阿姆斯特河是有流经这边的哦，后来才把它填平，填成广场。刚刚维基查的。刚刚看一下它的背面有写，它是1945年建造的，就是2战结束的那一年。走到这边时，真的被震惊到了，我还以为是城堡，查了一下才知道是19世纪末建立的中央邮局，现在是一间 shopping center。天啊，这个看起来超级好吃，它是那个缤纷乐加上白巧克力还有松饼哎。然后这边还有 Oreo 跟甜甜圈，哇塞！真的有人会这样吃吗？这真的不会太罪恶吗？荷兰很多这种1个人开的小车车，看起来超方便的，而且一点都不可怕。我们逛到一间古着店，我们想要进去逛一下。他说买3个最便宜的那个是免费。身为一个非常爱逛古着店的人来说，我觉得阿姆斯特丹的古着店没有到非常好逛，就是比较难挖宝和薅羊毛的感觉。
们看到了一间刺青店，它有很多可爱的小图，然后价格差不多在3500左右。这是一个刺青扭蛋，你可以转3次，然后选一个最喜欢的。OK， 哦，have fun。Thank you. We will see you in a few hours. Yeah. Thank you so much. 我们刚刚逛完古着店，然后也干了一件大事。我们现在要去安妮法兰克的家，就是安妮之前躲的那个阁楼，是要提前超级久预约的。然后我们很幸运有预约到。这边都是要去安妮法兰克的家的队伍。安妮之家和梵谷美术馆一样，都不能录影。这张照片是整个馆内唯一一张可以拍的照片。这里正是安妮一家和朋友们躲避纳粹迫害的房子，里面完整展示了8个人一起生活过的痕迹。推荐大家在来安妮之家以前，可以去看一次这部动画 ，YouTube 和哔哩哔哩都有。是以动画的方式呈现安妮从住在自己家到被迫要躲起来的过程，可以看到8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摩擦，还有他们有多么努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生存。动画描绘的房间格局、内部空间，我觉得都很贴近现实。看完动画之后再去安妮之家，会更有共鸣和临场感。我们刚从安妮法兰克的家出来。然后我国中的时候就有读过《安妮日记》这本书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真的会来到她住的地方，然后去感受她之前是怎么生活，她住的地方有多么狭小。之前看书的时候就有一句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，然后今天我也一直在重新看到那句话，我一直感到头皮发麻，就是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人，而不是犹太人。每次看到这句话，我就觉得很难过，就是他们在那样子生活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连人都称不上。然后安妮也说，她的梦想就是可以成为作家。然后今天去这个房子，就看到很多人都来看她，我就觉得安妮的梦想其实已经成真了，就是大家就是读了这本书，才会想要亲自来这边去体验她之前的生活。很推荐大家也来这边看看，去感受一下历史，还有去感受一下世界和平的可贵。转换一下心情来吃苹果派，但是排好多人哦，不愧是阿姆斯特丹最有名的苹果派。我觉得荷兰的奶油真的都太好吃了，就是昨天那种真的很轻盈的奶油。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件爸爸妈妈看到了会生气的事，而且爸爸妈妈还是看了这支影片才知道的。我们准备在阿姆斯特丹留下我们的印记，没有，我们准备让阿姆斯特丹留下印记在我们的身上。Check in the mirror. Okay. Let's go. 天哪！好看。红灯区9点才开，然后现在是7点，我们不知道要干嘛，所以我们又决定要去逛超市。这
这个牌子的饼干超级好吃，我后来又囤了好多包。为了尊重女郎们，这一区是不能拍照和录影的，所以大家都会站在旁边的桥上往街道拍。但是要注意，绝对不能拍到女郎们。这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，推荐大家晚上也可以晃过去看看。后面是中央车站，我们今天兜转这样绕了一整天，又回来这个车站了。晚上的车站也超漂亮的。下一支影片是比利时哟。